权转让？我什么时候转让股权了？莫哥忙着呢，来，银行那边催得急，说贷款材料要补几个签字，你看一眼就行。放桌上，我等会儿签。别等会儿了，银行那边下班前要送到。咱俩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，你还信不过我？那种笑，我从小看到大，看了20多年。我们认识了25年，小学同桌，初中同班，高中舍友。我考上水产大学那年，杨天赐落榜了，在家哭了3天。我放假回来跟他喝酒，拍着胸脯说，等我学好回来，咱们一起干。他是我最信任的人之一。行了吧？行了，我这就去送。养殖场是我的，技术是我的，客户是我的，配方也是我的，2万块想把我踢出去。杨天赐，你摸着良心说，这些年我怎么对你的？我把你当兄弟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没办法，什么叫没办法？谁呀？大半夜的！我是养殖场负责人陈默。这养殖场的老板姓杨，杨天赐，我认识。走错门了吧？你给杨天赐打个电话，问问他认不认识陈默。那个陈总，杨总说了，您的股权已经转让了，这地方跟您没关系了，您要不先回去。股权转让了，门锁换了，保安换了。杨天赐甚至提前打了招呼，告诉他们我会来。我走不是因为我大度，而是我知道闹没有用。转让协议上白纸黑字签着我的名字，法律上讲那就是我自愿的。打官司我耗不起。回到家，在阳台上坐了一整夜，烟一根接一根。随后我翻开一个旧笔记本，在本上写下：水源充足，水质达标，交通便利，靠近高速口，场地面积不少于30亩，产权清晰无纠纷。3个月内建成新厂，6个月内首批商品饿出栏，1年内超过原来的规模。杨天赐，你拿得走场子，拿不走我的本事。第2天傍晚，我坐在台阶上，拎着一瓶二锅头，脚边放着一袋花生米。二胖真名叫王建国，因为长得圆滚滚，大家都叫他二胖，叫到现在都快忘了他本名了。莫哥，你倒是说话呀！3年不见你找我喝酒，一找我就灌了快1斤了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养殖场没了。没了？什么意思？鳄鱼跑了？被人骗了。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二胖听完，嘴巴张得老大。2万块？杨天赐那个王八蛋拿2万块就想把你打发了？你那养殖场1年不都能赚3000万吗？100多条鳄鱼，一条2万块，光鳄鱼就值200万，他2万块就把你打发了？合同签了字，打官司赢不了了。那你就这么算了？不可能，技术是我的，配方是我的，客户渠道是我跑的。他拿走了养殖场，拿不走我这个人，我再开一个就是。再开一个？你说的轻巧，场地呢？钱呢？重恶呢？你那些客户认的是你的钱还是你的人？客户认的是货，谁家的货好，他们就找谁。行，莫哥，我就服你这股劲儿。说吧，要我做什么？你那个表哥不是在搞工程吗？帮我问问能不能带人来帮忙，工钱得先欠你。没问题。还有呢？帮我打听打听附近有没有合适的场地，最好是闲置的养殖场，有现成的水池和厂房，改造起来快。包在我身上，别人我不管，你陈默的事儿，我二胖赴汤蹈火。大不了我把娶媳妇的钱先垫上。你什么时候有媳妇了？暂时没有，可迟早会有啊。等我有了媳妇儿，你得送我2条最大的鳄鱼腿当贺礼。成交。场地、资金、种鳄、人工饲料、销售渠道，每一个环节都要重新来过，比3年前更难。3年前他从零开始，一间破房子，20条鳄鱼苗，硬是做到了3000万。3年后他也能。陈默先生吗？
莫先生吗？我叫苏唐，是做农产品电商的，在行业群里看到你的信息，听说你有个鳄鱼养殖场，在找销售渠道，想跟你聊聊合作。行业群里那信息不是我发的，是杨天赐发的。他把我的养殖场占为己有之后，开始用陈默的名义在外面拉客户。苏经理，你说的那个养殖场以前是我的，现在不是了。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我被合伙人骗了，厂子被人拿走了，我现在是零资产状态。他以为他会说那打扰了，然后挂掉，结果他没有。那你技术还在吗？在。场地呢？正在找。资金呢？也在找。陈默，你倒是实诚。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，起码要吹嘘一下自己有多厉害。你倒好，直接说零资产。凤凰传奇，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。骗你又不能帮我养鳄鱼。我在行业期刊上看过你的文章，关于鳄鱼饲料配方的优化研究。那个配方是理论推导，还是实际验证过？那是在研究所工作时发的一篇论文，不是什么核心期刊，影响力有限。没想到会有人记得。实际验证过，我的养殖场用了那个配方之后，鳄鱼日均增重比行业平均水平高15%，不是理论，是3年的实际数据。你那个养殖场在你走之前年产值多少？3000万。利润率呢？35%左右。陈默，我明天过来，你发个定位。你不怕我是个骗子？骗子不会被人坑得连厂子都没了。再说了，我一个做采购的，见过的骗子比你见过的鳄鱼还多，你骗不了我。我给二胖打去电话，把刚才事情说了一遍。莫哥，这是不是骗子？先把你骗过去，然后让你交保证金那种。他说他来，又不是让我去。万一是个女骗子，把你骗财骗色。是我有才，还是你有色？也是。你就在这等我。这风景好。荒草、垃圾，一条发臭的河，你管这叫风景好？比养殖场好闻，养殖场都是腥味儿。你刚认识我不到24小时，要往我身上砸200万。我查过你的底，本科毕业，省水产研究所工作3年，发表过6篇论文，其中2篇被核心期刊收录。你原来那个养殖场的客户，我打了10几个电话，有11个跟我说陈默的货没问题。我这200万不是投给这破鱼塘的，是投给你的。40%多了，你出钱出场地，我只出技术，3成就够了。你确定？确定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：技术决策、饲料配方、疫平防控、种苗引进、质量控制，全部由我决定。销售和财务我不插手，权责分明，谁也别说闲话。陈默，你这个人真有意思，别人谈合作都是先要权，你倒好，先把权往外推。不是推，是分清楚。我只会养鳄鱼，不会管钱。你把钱交给我管，我也不放心。成交。陈默，我希望你知道我不是在做慈善，我投这200万是因为我觉得你能帮我赚回2000万。如果1年后你的养殖场没有达到预期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撤资。不用1年，8个月内年产值超过我原来那个养殖场，达不到我自己走人。你的200万，我打欠条还你。你这个人真有意思。莫哥，这女的什么来头？看着不像做生意的，倒像来相亲的。别瞎说，她可是天使投资人。投资人长这么好看？你这傻货！场地找到了，临市28亩废弃的水产养殖基地，租金第1年免租，后面每年5万，你要不要来看看？地方确实偏，下了高速还要开40分钟，经过好几个村庄，最后一条泥巴路拐进去，才到那片场地。莫哥，你确定这能养鳄鱼？鳄鱼住这儿不得抑郁啊？这片场地比周边高出1米多，排水方便，暴雨天不会倒灌。旁边就是一条小河，水质清澈，流量稳定，饮水方便。墙体结实，
梁柱没有变形，修缮一下就能用。养殖池虽然破旧，但整体格局合理，改造起来不用大动干高。怎么样，能改造吗能，45天。 ？45天，你确定45天之后，这里会是你见过的最高标准的鳄鱼养殖基地。沉默不怪他。任何人站在一片荒草地里，听到有人说45天建成高标准养殖基地，都会觉得这个人不是疯了，就是在吹牛。兄弟们，45天把这片破地方给我整成全省最牛的鳄鱼场。胖哥，你上次说3个月整成最牛的养猪场，最后猪呢？别提那茬儿，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是莫哥亲自盯着。你们知道莫哥是谁吗？水产大学高材生，省研究所出来的，他说行就行。这是场地平面图，养殖池重新做防水，池底浇筑混凝土，坡度按照我设计的标准3%的倾斜度，排水口在最低点。 每个池子单独配进水和排水系统，实现独立循环。池壁加装防逃设施，池边设喂食平台和观察通道。这坡度要求挺高啊，3%差一点都不行。差一点都不行。鳄鱼对水深度和坡度很敏感，误差超过5%，它们的进食和活动都会受影响。行，只要你说话算话，我们干活不糊弄。 你就住这儿？不住这儿怎么办？每天来回跑，从市区到这儿40多公里，来回快2小时，有那时间不如多干点活。你这样会生病的。鳄鱼不生病就行。红枣姜茶，驱寒的，别说你不喝。好喝。 兄弟们，今天清场，荒草全部砍掉，垃圾全部清运，一片叶子都不要留。阿东是二胖的表弟，早早的辍学。二胖想让他跟我学点东西。莫哥，这地方真能养鳄鱼？你要是不干活就回去。 小伙子，你信不过我？信得住，但我要再量一遍。可以下一段。莫哥，你这是建养殖场还是建游泳池啊？我家的地板都没这么平。鳄鱼住的比人好，肉才会比人贵。莫哥，你这不是糟蹋钱吗？能用就行呗。 3年换一次瓦和10年换一次瓦，你算算哪个省钱？算不过来，那就听我的。鳄鱼是变温动物，对温度极其敏感。你这个人是不是从来不吃饭？吃了，这不正在吃吗？凉了，凉了也能吃。 我路过镇上买的。镇上离这里有20公里。吃不吃吧你？吃，当然吃。完美。小伙子，我干了20年的泥瓦活，头一回见业主对水池坡度这么较真的。你以前是干质检的吧？我养鳄鱼的。养鳄鱼的要求这么高？ 养鳄鱼要求就得这么高。这是养殖场还是P4实验所？这是规矩，鳄鱼一旦爆发疫病，整个厂子就完了，防大于治。老孙50多岁，晒得黝黑，手上全是鳄鱼咬的伤疤。他听说陈默被杨天赐坑了，破口大骂：“那个王八蛋，当初要不是你帮他的忙，他那小子早就废了。陈默，你放心，
我的种鳄优先供你，价格给你打9折。陈默，还是老样子啊，挑鳄鱼比挑媳妇儿还仔细。媳妇儿不急，先把鳄鱼挑好。张嘴能塞进一个篮球。看到了吗？动作要稳，心态要静。鳄鱼能感知到你的情绪，你紧张，它比你还紧张。莫哥，你不怕它咬你啊？怕，但不能表现出来。那你怎么练出来的？多被吓几次就习惯了。莫哥，我刚才差点没了。大壮不吃人，但是那条还有那条，鳄急眼了会咬，所以每一步都要小心，每一个动作都要规范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怎么染回来了？黄色太显眼，怕鳄鱼咬我。阿东以前在城里都干什么？打游戏，网吧包夜，一打一宿。白天睡觉，晚上打游戏，饿了就吃泡面。我妈打电话来，我不敢接，怕她骂我。现在呢，还想打游戏吗？想，但没时间了。早上4点起来，忙到晚上8点，倒头就睡，哪有时间打游戏？觉得累吗？累，但是踏实。莫哥，我以前干啥都干不成，不是因为我懒，是因为我觉得干啥都没意思。现在每天跟鳄鱼打交道，虽然累，但心里不空。你看大壮，我喂了他3个月，他现在认识我了。别人过去他不看，我一过去他就游过来。那是他饿了。也是。50条全部卖完，客户反馈肉质比市面上所有竞品都好，问你能不能签长期合同？能，价格提高5%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找不到第2家这个品质的。沉默啊沉默，你学坏了。跟你学的。首批销售额120万，刨去成本，净利润50万出头，按照3成分红，沉默分到了15万。15万不算多，但这是新养殖场的第一笔收入，意义远大于数字本身。莫尔，你这是？妈，养殖场开起来了，赚钱了。你和我爸别种地了，搬到镇上住吧，我给你们租个房子。没事儿就好，妈就害怕你想不开，你爸舍不得那几亩地，我们在家待着就挺好，你别操心。你跟我爸说，地可以给别人种，儿子现在有出息了。莫尔，妈就知道你行。你爸在旁边听着呢，他哭了，他不承认。我没哭，我眼睛进沙子了。爸，你在屋里接电话，哪来的沙子？陈默，好消息，我约到燕陵章的方总监了，就是省城最大的那个连锁餐饮集团，他今天亲自过来考察。水质不错，氨氮含量很低。你们用什么过滤系统？3级沉淀加生物过滤。
每天定量换水20%，每周对池子做一次彻底清洗。生物过滤池里套养了水蒲户和浮萍，能自然吸收水中的氨氮和亚硝酸盐。饲料呢？什么配方？主料是新鲜的低价鱼类和禽类下脚料，辅料是我自己调配的复合营养添加剂，具体配比属于商业机密，不方便透露。这批鳄鱼养了多久了？种鳄引进4个月，这批商品鳄苗已经3个月了。出栏周期多长？10到12个月，比行业平均水平快3到6个月。陈总，实话实说，苏唐之前给我寄过样品，我让后厨做了试菜，肉质确实比市面上其他供应商的货高一个档次，但我要的不是1批2批的好货，是全年365天稳定的品质和供应。你能保证吗？能。目前我们的月产能是60条，2期扩建工程已经动工，2个月后就能达到月产120条。你这边每月需要多少？我现在每月固定需要40条，但你这个厂子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，是我跑过这么多供应商里最好的。如果前期合作顺利，我会把集团旗下28家门店的鳄鱼菜品全部交给你独家供应，到时候月需求量会直接翻倍。没问题。先签1年合同，价格按你报价来，不压价。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每批货必须附带检测报告，药残、重金属、微生物每一项都要达标。我们集团做的是高端餐饮，客人的嘴刁得很，有一点问题都会砸招牌。没问题，我每批货都会自检第三方检测机构，出报告电子版和纸质版。苏唐后来告诉陈默，方远山在行业里是有名的难对付，他做采购20年，见过的供应商上千家，能让他主动提出签长期合同的不超过10个。别的供应商的鳄鱼肉处理起来费劲，肉质松散，腥味重，需要用大量香料去压。但你的鳄鱼肉肉质紧实，没腥味，简单腌制就能做菜。厨房的师傅说，你的货能让他们每道菜省10分钟的预处理时间。所以方远山要追加订单，不是每月40条了，是80条。告诉他可以，但价格要提高3%，因为为了满足他的增量，我需要调整生产计划，增加临时用工，成本上升了。陈默，你现在谈价格越来越溜了。跟你学的。一切都比预想的顺利，但陈默知道，顺风顺水的时候，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。莫哥，外面来了一辆车，下来2个人，其中一个好像是杨天赐。让他进来。莫哥，好久不见，这规模比原来那个还大呀，这才几个月就搞起来了，真厉害。来找我什么事儿直说。陈总是吧？久仰久仰，我姓马，做餐饮供应链的，天赐的新合作伙伴。你这个厂子搞得真不错，我早就想来看看了。陈总，我这个人说话直，你别见怪。天赐那件事儿确实处理得不妥，我是后来才参与进来的，事先不知情。现在你的新厂子也开起来了，大家都有技术有资源，与其互相竞争，不如联手做大。你看，你出技术，我们出场地和资金，强强联合，市场就是我们的。这是我的提议，你的养殖场并入我们的公司，你占20%的股份，负责技术，你的债务我们帮你消化，你的客户我们共享，你的厂子还是你的，只是换个牌子。20天前你拿走了我的股权，现在又想来收购我的新厂子，20%，可笑。侯总，你的诚意我看到了，但我有一个更好的提议。你说，你把原来那个养殖场还给我，加上你手上其他资产并入我的公司，你占10%的股份，你的债务我帮你消化，你的客户我帮你维护。陈总，你这是在开玩笑？你觉得像开玩笑吗？侯总，你知道一个鳄鱼养殖场最值钱的是什么吗？不是场地，不是设备，不是鳄鱼本身，是技术。是谁能把鳄鱼养活、养好、养出高品质？场地和设备花钱就能买，鳄鱼花钱就能进，但没有技术，这些都是死的。
你的养殖场如果我不在，半年之内就会出现大规模病死，你信吗？后总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。杨天赐在旁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被陈默一个眼神瞪了回去。后总挤出一个冷笑：陈总，你这态度看来是没得谈了。后总站起来，把文件收进包里，转身就走。杨天赐跟在他后面，回头看了陈默一眼，欲言又止。莫哥，对不起。莫哥，杨天赐就是原来坑你的那个。他看起来混得不怎么样啊，头发虽然梳得亮，但那个夹克袖口都起毛了。陈默看了阿东一眼，这小子观察力倒是挺强。那你不恨他？陈默想了想，恨，但恨没用。与其花时间恨他，不如多配几斤饲料。大壮还等着吃饭呢。杨天赐走了之后，消停了一段时间，但陈默知道那位后总不会善罢甘休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麻烦就来了。先是有人举报养殖场排污不达标，环保部门来了2次，一待就是一整天，把所有的排污口处理设备运行记录都查了个遍。检查结果是全部达标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举报的人显然不了解这里，污水处理系统是陈默亲自设计的，标准远高于行业要求，3级沉淀加生物过滤，排出去的水都能养鱼。然后是客户那边出了问题。方远山给陈默打电话，语气不太对。陈默，有人在市场上散播消息，说你的鳄鱼肉用违禁药品催长，吃了对人有害。方总，你信吗？我当然不信，我的厨房用了你的货大半年了，每批都送检，从来没有问题。但架不住有人到处传，我今天已经接了3个供应商的电话，都在问我是不是真的。方总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来处理，你的货今晚照常发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我双倍赔偿。挂了电话，陈默给苏唐打了过去，有人在搞我们。我知道，我查了一下，消息是从林氏那边传出来的，那个方向只有一家鳄鱼养殖场后总的。他这是怕了？有可能，他越是怕，越说明我们走在正确的路。陈默，你专心养你的鳄鱼，舆论的事我来处理。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他散布谣言，我们就用事实打脸。我已经联系了省质检院，明天来现场抽样检测。检测报告出来之后，我会联系行业媒体和自媒体，把报告公布出去。同时，我会请律师起草一份声明，警告造谣者法律责任。需要我做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只需要把鳄鱼养好。好，3天后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所有指标全部合格，部分指标优于国家标准。苏唐把报告发给了所有客户，同时联系了3家行业媒体做了专题报道，标题是全省最严鳄鱼养殖场通过突击检查品质远超国标，谣言不攻自破，还打了一波好广告。后总那边消停了大概1周，然后又出了新招，这次是挖人，他派人来接触阿东，开出了双倍工资的条件，想把他挖走。阿东把这件事告诉陈默的时候，陈默正在给大壮称体重，大壮快3米了，200多斤，一个人抱不动，阿东帮着他抬。默哥，有人来找我说给我1个月1万2，让我去他们的养殖场干。陈默的手顿了一下，你怎么想的？我哪儿也不去，默哥，要不是你，我现在还在网吧啃泡面呢。你教了我吃饭的本事，我不忘本。再说了，大壮也不让我走，我走了谁喂他？大壮甩了甩尾巴，好像听懂了一样。陈默看了阿东一眼，没说话，继续给大壮称体重，但心里暖烘烘的。这天，陈默正在给一条生病的鳄鱼打针。苏唐给陈默带来了一个真正让行业震惊的消息 ：L 集团要来谈合作。陈默听到的时候手一抖，针差点扎歪了。你再说一遍谁？陆威 ，L 就是你认识的那个 L。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？方远山的老婆。他老婆在奢侈品行业工作，做皮具采购的。上次方远山来咱们厂子，带了一块皮样品回去，他老婆看了之后拍了照发到行业群里，被 L 的人看到了。世界就是这么小。3天后 ，L 的人就来了，带队的人叫皮埃尔，50多岁，头发灰白，穿着深蓝色西装，不打领带，看起来像个大学教授。他身边跟着一个年轻的中国翻译，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技术专家的中年男人。皮埃尔在养殖场里转了整整3天。第1天检查养殖环境、水质温度、湿度、光照、噪音，每一项都做了详细记录。他甚至在池边蹲了1个小时，就为了观察鳄鱼的行为模式。第2天检查饲料和喂养流程，饲料的配方、原料来源、配置过程、投喂方式全部过了一遍。第3天检查了宰杀和剥皮流程，这是陈默最自信的环节，从宰杀到剥皮到腌制到保存，每一步都精确到分钟。参考了国际顶级鳄鱼皮供应商的标准，又结合了自己的经验做了优化。皮埃尔看完之后没有说话，而是带着团队去了会议室，他们关着门讨论了2个小时。陈默和苏唐在外面等着。苏唐表面上很冷静，但陈默注意到他一直在转手里的圆珠笔，他紧张的时候就会转笔。门开了，皮埃尔走出来，脸上没有表情。陈先生，我们讨论完了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像是在斟酌措辞。您的养殖场是我们在中国见过的技术标准最高、品控体系最完善的鳄鱼养殖基地。L 集团正式邀请您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。未来3年，我们将每年采购不少于5000张符合标准的鳄鱼皮，用于旗下品牌的高端生皮线。5000张是目前产能的近2倍。皮埃尔先生，我的年产能目前只有3000张，5000张超出了我的能力，所以我们带
带来了一个提议 ，L 愿意投资3000万帮助您扩建3期工程，条件是未来5年您的所有符合标准的皮章，我们拥有优先采购权。沉默看了苏唐一眼，他的眼眶红了，但嘴角在笑。皮埃尔先生，3000万不够，要达到您要求的品质标准，3期工程至少需要5000万。皮埃尔看着沉默，表情有些意外。您能拿出5000万的详细预算吗？能，明天给您。陈先生，您有没有兴趣来 L 工作？我们需要您这样的人才。沉默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皮埃尔先生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我的鳄鱼离不开我。皮埃尔也笑了。那好吧，5000万 L 出3000万，剩下的2000万需要您自己想办法。没问题。送走皮埃尔之后，苏唐拉着沉默到办公室里。沉默，你刚才拒绝 L 的工作邀请。我是养鳄鱼的，不是坐办公室的。你知道 L 给你开出的年薪至少是这个数吗？500万。500万欧元？沉默愣了一下。500万欧元，差不多4000万人民币，那也不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欠二胖一个大人情，欠你一个大人情，欠阿东一个未来，我不能扔下你们跑了。苏唐看着沉默，看了很久，然后他转过身去，假装看窗外的鳄鱼池，但沉默看到他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。有一天，一个做自媒体的姑娘来到养殖场。池子里的鳄鱼被他吓得蜷缩到角落里，阿东在旁边小声嘀咕：“到底谁吓谁呀？”大哥，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吗？你能不能喂一下鳄鱼，让家人们看看？沉默正要赶人，那姑娘突然把手机转向他，阿东在后面推了沉默一把：“莫哥，你上，你喂大壮那个样子，比什么探险都好看。”沉默被推到了镜头前，走到大壮那个池子边蹲下来，吹了声口哨，大壮慢悠悠游过来，张开嘴，沉默把鱼扔进去，大壮一口吞掉，然后沉默伸手摸了摸大壮的头，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。我操，他摸鳄鱼头，这鳄鱼是狗吧？小哥哥好帅，求地址，我要去看。等等，这个人是养鳄鱼的，不是演员。在线人数从几百飙到2万。那姑娘举着手机，嘴巴张成了 O 型。大哥，你平时就这么喂的？不然呢？那天之后，苏唐给沉默注册了一个账号，叫鳄鱼沉默。第一条视频，沉默抱着40厘米长的小鳄鱼小白，对着镜头说：“这是我养大的宝贝，不咬人就是有点挑食。”播放量300万。第二条视频，大壮吃饭，播放量500万。第三条视频，阿东被小鳄鱼追着跑，边跑边喊：“莫哥救命！”播放量800万。苏唐兴奋的不行。你知道品牌方找你一条广告多少钱吗？不知道。你也不需要知道，你就负责养鳄鱼拍视频，其他的我来。广告报价我已经在谈了。看到公屏上有人刷沉默，我要嫁给你。他都会说一句：“你先问问我妈同不同意。”母亲确实不同意，她打电话来说：“莫尔，那个姓苏的姑娘挺好的，你别在外面乱来。我看直播了，那个穿短裙的姑娘不行。”妈，苏唐是我合伙人。合伙人也行，先处着，处着就不是合伙人了。挂了母亲的电话，沉默站在窗前看了看苏唐的办公室。养鳄鱼的人脸皮应该很厚才对。沉默转过身，发现苏唐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他身后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他的脸也有点红。直播火了之后，一个意想不到的需求出现了，好多人问沉默：“你那个小鳄鱼能不能买？我也想养一只。”一开始沉默没在意，后来问的人越来越多。苏唐专门统计了一下，光是在评论区表达购买意愿的就有3000多人。沉默，这是个市场数据，宠物鳄鱼国内几乎是空白市场，国外已经有成功案例了。美国有个养殖场培育了白化鳄，一条能卖到5到10万人民币。鳄鱼不是宠物，它会长大，会咬人，不适合家庭饲养。培育一种适合家庭饲养的鳄鱼，你的技术能做到吗？国外确实有人在做定向炫绿，挑选体型小、性格温顺的个体进行繁殖。经过几代炫绿之后，后代会稳定遗传这些性状，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、耐心，还有大量的资金投入。给我200万1年时间，我先试试。培育宠物鳄鱼比沉默想象的要难得多。他选了2个品种：古巴鳄，体型中等，成年后1.5米左右，性格相对温顺；侏儒鳄，体型最小，成年后不超过1米，但性格比较神经质，容易受惊。沉默引进了这2个品种的重鳄，开始进行定向选育。选育的核心指标有3个：体型、性格、外观。体型要小，成年后不能超过1.5米；性格要温顺，不能有攻击性；外观要有特点，颜色、花纹、鳞片形态要有观赏价值。第一代选育孵化了60多条小鳄鱼，符合沉默初步标准的只有7、8条。阿东负责照顾这些小家伙，他给每条都起了名字：小乖、皮皮、胖墩、花花、小白。小白最特别，阿东捞出一条颜色发白的小鳄鱼放在手心里，20多厘米长，趴在掌心一动不动，眼睛圆溜溜的，看起来像个小玩具。它不咬人，而且它不怕人。别的鳄鱼看到人就跑，它看到人就凑过来，跟狗似的。沉默伸手摸了摸小白的背，小白只是转了转眼睛，尾巴都没甩一下。这条留下，重点培养。第2代选育孵化了80多条，符合标准的15条。第3代选育孵化了接近120条，符合标准的超过了35条，比例越来越高，性格越来越稳定。苏唐来看的时候，小白已经长到40厘米了，他伸手去摸，阿东紧张的喊苏姐小心，但小白只是往苏唐手心里拱了拱，像只猫。苏唐的眼睛亮得像星星。这条多少钱？不卖，它是我种公传宗接代用的。那它的孩子呢？一条能卖多少？国外白化鳄5到10万一条，我们虽然不是白化，但性格优势比白化还明显，定价2到3万应该没问题。苏唐飞快地算了一笔
笔账。年出栏500条就是1000万的营收，毛利率至少60%。沉默，这是个新赛道，前提是能稳定产出，还需要2到3代。我等得起。宠物鳄鱼项目进行到第3代的时候，苏唐提议先小批量试水。不要再等了，先放50条出去看看市场反应，需求验证比完美产品更重要。沉默想了想，同意了。第一批面向市场的宠物鳄鱼定价28000一条，附带全套饲养指南、专用饲料、1年健康保障。购买的人需要签署一份协议，承诺提供合适的饲养环境，并接受不定期的回访。莫哥，28000一条，这么贵，有人买吗？你猜。家人们，今天不卖鳄鱼肉，不卖鳄鱼皮，卖这个。它没有名字，它的编号是 CP0021，性格温顺，经过3代选育，攻击性极低，适合家庭饲养，新手也能养。它会认人，会跟你互动，会趴在你肩膀上睡觉。销售额140万，毛利率62%。沉默，这是一个新业务线，不错，不错，140万，40分钟卖完，你说不错？还行吧。沉默，你是不是对钱没概念？我对鳄鱼有概念，钱嘛，够用就行。苏唐摇摇头，笑了，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，推到沉默面前。生日礼物。沉默愣了一下，今天是他生日，他自己都忘了。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块手表，不是什么大牌，但款式简洁大方。表盘后面刻着一行小字：鳄鱼不睡觉，你也不睡，但偶尔也该休息一下。落款是一个苏字。沉默抬头看苏唐，他的耳朵尖红红的，假装在看窗外。谢谢。不用谢，从你分红里扣的。哦，什么哦？你倒是戴上啊！沉默把手表戴上，大小刚好。苏唐看了一眼，转过身去，耳朵尖更红了。阿东从门口路过，探进头来。莫哥、苏姐，你们聊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然后一溜烟跑了。苏唐的脸又红了。3年后，公司在深交所上市，股票代码沉默到现在都记不住，只知道上市那天开盘价15.8块，收盘18.2块，市值破了40亿。沉默站在台上，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，苏唐挑的。你穿这个颜色显白。旁边站着苏唐，一身白色套装，头发盘起来，耳垂上戴着一对小小的珍珠耳钉。二胖站在台下第1排，西装革履。这家伙怎么穿什么都像偷来的？家人们，这就是我莫哥，帅不帅，牛不牛？母亲和父亲坐在嘉宾席，母亲穿了新买的红毛衣，父亲穿了一身中山装，两个人都紧张的不行，手都不知道往哪放。方远山带着他老婆在后面使劲鼓掌。沉默拿起木锤，看了一眼身边的苏唐，紧张吗？不紧张，比给鳄鱼打针容易多了。打针它还会甩尾巴，这个又不会甩。那你敲啊！沉默敲了下去，咚的一声，钟声响亮，全场掌声雷动。母亲哭了，父亲也哭了，苏唐的眼眶也红了，但他在笑。敲完钟，庆功宴上，苏唐拉着沉默到阳台上，城市的夜景在脚下铺开，灯火万家，车流如河。沉默，你现在身家几10亿了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沉默想了想，我想回养殖场看看。今晚大壮还没喂。苏唐瞪大眼睛，你在深交所敲完钟几10亿身家，你跟我说你要回去喂鳄鱼？鳄鱼不吃饭会饿，市值跌一点不会。苏唐看着沉默看了很久，然后他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沉默，你就是个傻子。养鳄鱼的都不太聪明。那我为什么会喜欢？他没说完，别过头去。沉默看着苏唐的侧脸，月光打在他脸上，鼻梁高挺，睫毛微颤。苏唐转过身，轻声回答道：等回去了，我妈让你去家里吃饭。苏唐眼眶红红的，但嘴角在笑。你妈说的还是你说的？我妈说的，我也想说。夜风吹过来，带着城市的气息，没有养殖场的腥味，没有消毒水的味道，也没有鳄鱼甩尾巴溅起来的水花。但沉默在想，明天凌晨4点，他还是会起床，穿上工装裤，踩上雨靴，拎着半桶鱼，走到大壮那个池子边，吹声口哨，然后看着大壮慢悠悠游过来。那是他的生活，也是他的幸福。